晋王爷和王妃可真是恩爱呀，只怕都忘了这里还有客人在等吧。有人求着让你等了吗？等不了你可以直接滚回去。既然自己愿意等，还那么多废话做什么？你这个破父字还没说出来，就被苏沐雪啪啪几记耳光打成了猪头。还骂吗？晋王爷，你看王妃作为京中贵妇，怎能粗鲁地说动手就动手呢？沐雪。轩辕锦皱起眉，无奈地轻唤了一声。苏沐雪挑了挑眉，等他的下文。陈青莲以为自己的哭诉打动了男人，他要斥责苏沐雪泼妇行径，心中一喜，眉眼中似是含了春水一般，想要继续开口挑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想打人就用鞋底。你看他那皮糙肉厚的，把你手都打红了，现在是不是很疼？陈青莲赵氏妇女和皮糙肉厚的陈国舅实话当场，这俩人是魔鬼吗？打了人还嫌人家皮糙肉厚，打得手疼。晋王爷，晋王妃，我们是专程过来道歉的。上次在御花园的事情，是小女明珠行事太过冲动，冒犯了王妃，请您看在她是初犯的份上，就原谅她这一回吧。对不起，景王妃，你上次骂得对，我确实是太蠢，才受了别人挑唆，冒犯了王妃您，希望您大人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赵忠等女儿道完歉，又叫人抬了好几个大箱子过来，里面是一排排的银锭子和珠宝玉器。晋王妃，这是1万两银子和一些玉器珠宝，是给您的补偿，请您收下吧。赵忠的诚意十足，赵明珠的道歉也很诚恳，苏沐雪也就大度的没有再为难他们父女俩，只让管家把东西抬到库房。轮到陈家妇女时，陈青莲僵着脸，有些不情愿地说了句对不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心甘情愿来道歉的。还有陈国舅，只带了1000两银子过来，这摆明了父女俩都很敷衍，说是来道歉的，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陈国舅，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呢？哎呀，晋王妃有所不知啊，前些日子皇后娘娘说要给太后祈福，府里也为祈祷太后洪福齐天捐了些银子，如今实在是开支困难，有些周转不开，拿不出更多的银两了，还望晋王妃宽宏大量，体恤一二啊。既然如此，陈国舅你的银子我不要了，你的女儿也不用道歉了，你们回去吧。陈国舅以为苏沐雪这是怕了皇后跟太后，所以才不敢收银子，心里顿时喜滋滋的。我就知晋王妃是明事理的人，刚刚打我的事儿我也就不计较了。说完又对轩辕锦说道：晋王爷，既然王妃已经不追究了，那我锦绣坊的几家铺子还有百味斋的事儿。陈国舅此言差矣，你铺子有什么事，就该去找管理这些事的人，本王管不着。陈国舅顿时傻眼了，那些管事的人都是受轩辕锦指使，他若是不下命令，那些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行？不是，晋王爷。姐夫，你还是回去拿银子吧。不就是1万两银子吗？我给。错，是3万两，少1两都免谈。什么？3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坐地起价，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我就是抢了，你又能怎么样呢？今日要么给3万两银子，再把这个陈青莲逐出陈家，要么就离开，所有事情照旧，你选吧。苏沐雪，你凭什么逼着父亲赶我走？我可是皇后娘娘最宠爱的侄女，难道你就不怕她怪罪吗？哟，皇后娘娘，我好怕哟。嘴上说着害怕，面上却没有半点害怕的神情。说完理都不再理陈青莲，转头冷着脸望向陈国舅。给你半个时辰考虑，过期不候。陈国舅脸上呆滞了，一时间难以选择。
3万两银子他肉疼，还有女儿，毕竟自己亲生的又疼了这么多年，赶他出陈家就等于让他死，他又怎么能忍心呢？可是不照苏沐雪的意思来，支撑全府富贵荣华的铺子就全没了，到时候大家都得喝疯了。锦王妃，这3万两银子我出，只求别把小女赶出陈府，我把她送到庄子上去，这样可以吗？你问问你的女儿，她同意吗？爹爹，我死都不去庄子，我是国舅府的堂堂嫡女，是皇后的亲侄女，这女人凭什么把我赶出陈府？她还没有这个权利。爹，我们进宫去，我们找皇帝陛下和皇后姑姑，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女人。你给我闭嘴！陈国舅愤怒地斥责女儿，阻止她在胡言乱语。锦王妃，小女与赵明珠都得罪了你，可为什么你宁愿原谅差点打了你的明珠，却不愿意原谅小女，非要把她赶出陈家才甘心呢？想知道原因？陈国舅没说话，眼睛盯着他，等他的回答。一是赵元帅干脆，不像你，给点补偿婆婆妈妈，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第2条呢？这第2条当然是，我不喜欢有女人惦记我的男人。我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敢对天发誓，说你心里对我男人没有想法？苏沐雪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事还没对轩辕锦死心呢。我的男人不容别人觊觎，哪怕是想都不可以。在我眼里，就算想也是有罪。陈青莲被苏沐雪的气势吓得后退了一步，有一丝不可思议地望着他。世上怎么有把善妒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女人？难道就不怕犯了7出之条被锦王爷休弃吗？干得漂亮，雪儿，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以后再有女人敢消遣我，你就狠狠地收拾她们，不然光想到有丑女在脑子里意淫亵渎我，这心里啊就快恶心到吃不下去饭了。听得几个人闻言绝倒，眼珠子差点掉一地。这真是他们曾经威风凛凛的战王，这怕是被鬼上身了吧？半个时辰已经到了，我家王妃的条件你考虑好了吗？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我一定把她送得远远的，永远不会让她再回京城，这样可以吗？轩辕锦只是面无表情地吩咐管家送客。我答应。爹，别叫我爹，自己做下的孽自己还，从今后我再没有你这个女儿。陈国舅说完转过身，狠下心肠，不再看他一眼。他也没有办法，如今他为鱼肉，人为刀俎，为了国舅府的前程，他就算万般心痛，也不得不放弃女儿。过了几日，南烟过来找苏沐雪，从聊天中才知道，他之所以没去赏花宴，原来是去金陵外祖母家玩，前几天才回来。南烟听到宴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心中不由一阵后悔，直说如果有自己在，那些人认识他，就不敢那么狗眼看人低了。没关系，就算我一个人，也照样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哭爹喊娘的。知道你很厉害啦。对了，顾罗那天也没去吗？没有见到他呢，应该也是没去吧。苏沐雪也不确定，毕竟御花园还蛮大的，他去的地方又是公主专用的清波亭，以顾罗的身份靠近不了也有可能。对啊，好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顾罗了。哎，沐雪，你有时间吗？不如我们今日就去看看他，我还给他带了东西呢，刚好一起拿过去。我没问题啊，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去看看他也好。几个人上了马车，往顾府的方向飞驰而去。顾府是御史中丞，住的地方比王爷府和宰相府距离城中心的位置稍远一点。两位姑娘，你们找哪位啊？我家小姐是顾姑娘的朋友，今日与朋友来找她玩，请问顾姑娘在吗？原来是大小姐的朋友呀。
二位稍等，小的这就去进船。小厮不敢怠慢，连忙跑回屋去禀报主子。正在跟母亲市集的顾罗听说两个姑娘找自己，稍想一下就知道是南烟和苏沐雪来了，跟病床上的母亲打了一下招呼，就脚步快速朝大门口走去。沐雪、妍妍，你们怎么来了？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们玩，我和沐雪就过来瞧瞧啦，看看你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罗儿，看你面色有些不好，是哪里不舒服吗？咱们进去，边走边说。路上，顾罗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告诉好友了。苏沐雪和南烟这才知道，他没去赏花宴是因为顾母生病了，要为母亲市集的他根本走不开。说起母亲的病，顾罗的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呀，找大夫看了吗？大夫怎么讲？看了，大夫都查不出病因。如今母亲一日比一日瘦，大夫说再怎么下去就只能准备后事了。罗儿不用担心，我会一些医术，想去给顾伯母看一看，说不定能治呢。沐雪，你竟然会医术，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我又不打算当大夫，所以并没有对外面讲过，你们当然不知道了。若不是不想好友难过，他今日根本就不会出手，不想引起麻烦，免得又要花费时间处理。想到这儿，他提醒两位好友，我会医术这件事情，你们俩要记得帮我保密啊。好，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顾罗知道好友会医术，心中涌起一线希望，连忙把他俩带到母亲住的院子。娘，这位是景王妃苏沐雪，这位是宰相千金南烟，他们都是女儿的好友。顾夫人听到女儿说眼前两位女子的尊贵身份，吓得连忙要起身跪拜。顾于氏参见锦。顾伯母快快躺着，不必多礼。谢锦王妃。顾夫人忐忑不安地重新躺回床上，对女儿说道：楠楠，你怎么把王妃跟南姑娘领到这晦暗处来了？快快带去你院子里吧，千万不可怠慢了他们。娘，景王妃会医术，是特意进来给您瞧病的。啊，让景王妃费心了。不过我这病，许多大夫都说治不好，怕是让景王妃白跑一趟了。看不看得好，也要我看了才知道。苏沐雪说着，坐到旁边的凳子上，仔细打量一下顾夫人的情况，又抓起她的手号了号脉，翻了一下她的眼皮，看了一下舌苔之后，问顾夫人：顾伯母，你这些时日是不是总觉得口渴、多尿、浑身乏力，还伴有身体瘙痒，眼睛看东西模糊？对，臣妾确实是有这些症状。锦王妃，你是如何知道的？自然是诊出来的。你除了这些症状，还伴有多食，身体却日渐消瘦的情况，对吧？对，我娘这段时间确实是吃的许多，但身子骨却越来越消瘦。沐雪，你知道我娘得的是什么病吗？你娘得的是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不过幸好患病的时间不长，一会儿我回府给你拿一些药，你按要求吃就可以控制了。锦王妃，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说实话，根治不了，但是可以控制。只要你按我开的药吃，然后好好将养着，再活个几十年没有问题。感谢锦王妃，臣妇一定会按照您开的方子吃药。臣妇并不奢望能活个几十年，只要能再多活个10年8年，看到孩子们成家立业，我就心满意足了。顾夫人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只要让她多活几年，不管什么苦她都能吃。顾罗听到母亲有救，站在一边也喜极而泣，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母放心吧，只要你遵医嘱，绝对不会只活10年8年的。不过等你身体好一些了，记得还是要多运动，有空练一下五禽戏什么的，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这样病才能好得快。好，
我一定遵照锦王妃讲的，从明天就练武琴戏。顾于是现在已经把苏沐雪当成救命稻草，对他说的话半点都不怀疑，恨不得马上就执行。倒不必如此着急，等吃几日药，身体好一些再练也不迟。你现在身体太差了，急着练反而不好，毕竟欲速则不达。沐雪放心，我以后会每天叮嘱我娘，等她身子好些了，再让她练武琴戏。你这孩子倒是开始管起你娘来了。哼，我就管，一定管到您长命百岁为止。他这话让顾夫人又忍不住流下泪来。楠楠，替娘去给锦王妃磕个头，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啊，伯母，你别这样，我跟罗二是朋友，你是他母亲，给你治病是应当的，不必言谢。只要你们不把我会医术的事情讲出去就行。锦王妃放心，这件事儿会烂在我们肚子里，永远都不会说出去的。考虑到给顾母治病要紧，苏沐雪他们也没在这多待，回到王府，从空间换了治疗糖尿病的药，把瓶子换成了纸包，注明哪些药一日吃几次，吃多少之后就让墨画送去顾府。闲着无事的他又进空间打理了一下种的农作物，然后开始练功，直到小七告诉他说轩辕锦下职回来了，他才出空间。阿锦，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兰儿刚刚喊你什么？喊我什么？小姐啊，有什么不对吗？沐雪，我跟你是不是成亲了？成了呀，虽然是假成婚，不过确实是成了。没有假，一直都是真成亲，而且是已经上了玉蝶的那种。所以兰儿应该喊你王妃才对。上玉蝶？当初你不是说只是让我与你假成婚的吗？你什么时候去上的玉蝶？莫非你当时就对我图谋不轨了？那时候其实我就喜欢你了，刚好皇兄想给我指婚，所以我将计就计，让你入了我的局。对不起沐雪，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不过你相信我，除了骗你假成亲这事，其他我说的和做的全部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说完又怕他不相信，立马发誓道：若是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对天发誓，除了骗你成亲外，如果再有半句假话，好啦，我必走。这次的事情就算了，若是下次你再有事情瞒我，绝不原谅。沐雪，你放心，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轩辕锦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一次已经够了，他可不想再有下一次。想到差点惹毛了自家娘子，名分却还没争到，又凄凄爱爱地开口：雪儿，你能不能跟兰儿说一说，让她改改口，以后叫我姑爷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讲。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轩辕锦满意了，想到自己刚刚像个毛头小子似的丢人举动，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心中暗示自己在心爱女人面前丢人就丢人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9月底。皇宫里，轩辕龙派出去寻找长留门派的影卫回来了，说他们走遍了东海的海域，都无人知道东海之东是怎么去。坚守在城隍庙的人也回复说，放到树洞的纸条根本就没人来取。轩辕龙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知道是苏沐雪坑了自己。苏沐雪竟然敢骗朕，真是好得很呢！朕就以为朕不敢奈你何吗？江德海，叫禁卫军和羽林军还有申金营3军一起给朕包了锦王府。我就不信他轩辕锦跟苏沐雪有3头6臂，能凭王府那点人和一把枪把我2万多人杀掉。陛下请息怒啊！怎么，连你也要忤逆朕吗？奴才不敢，奴才只是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想要跟皇上说一说。什么问题？皇上，这离4国来朝的日子没有多久了，想必离得远的流萤国和镜花国，此时恐怕都已经要动身了。
以奴才之见，就算要撕破脸，也要等4国离开之后再撕，最是稳妥。那你说该如何？难道朕就吃了这个哑巴亏不成？奴才有一计，皇上您看成不成？江德海走到主子身边，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一阵，才退开说道：皇上以为如何？行，就依你的法子来。说完走到桌案边，提笔写起圣旨来。没一会儿写好，盖上玉玺，收起圣旨递给江德海，让他去找人上晋王府传旨。穆雪，如今皇上这次下旨，肯定是派去东海的人已经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线索，城隍庙那边也一直没有动静，这才逼不得已让你去联系卖枪的人。他这些日子为了应对皇上盛怒之下对穆雪不利，特意做了许多的防范，就连王府撤离的密道都让玄策布置好，看来现在是暂时派不上用场。皇帝老儿让我去联络卖枪人，其实是马不识我到底有没有在骗他。等我传消息时，他一定会派人来跟踪的。到时需要我把跟踪的人处理了吗？不需要，就是让他们跟踪才好。你又有什么新计划了？哼，他既然想跟踪，那就让他跟踪好了。到时候我会让他知道，我并没有骗他，而是长留门的人就是不想跟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做生意。你说什么？晋王妃写的纸条被一个会飞的怪物拿走了？是，那怪物不止拿走了纸条，发现我们在暗中观察后，还警告似的扇动翅膀，用罡风把我们全部人从树上扫了下来。影卫们交代完，轩辕龙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一个人在屋里转了几圈，嘴里喃喃自语：没想到苏沐雪竟然没撒谎，还真有这个长留门存在。江德海，你说这个什么长留门的门派，手里既有强大的武器，还能驯养这么厉害的怪物，以后会不会为祸天下，危及朝廷呢？这个，奴才不敢妄言。轩辕龙打定主意要多买手枪，宣了苏沐雪进宫商议。轩辕锦担心他一人进宫，出了事没人照应，也要跟着一起去。九皇帝，你是怕有人吃了你娘子吗？我倒不是怕有人敢吃我娘子，只是怕娘子像上几次那样揍人揍得太忘我，记不得回府用膳饿肚子。为了自己不被气死，他直接进入正题。晋王妃啊，你知道长留派的手枪卖多少钱一把吗？皇上，你是单买手枪呢，还是连子弹一块买？手枪？子弹？这是什么意思啊？皇上你看，手枪它等于只是一个载体，要装这个子弹才能发挥它的威力，若不然就只是一个空壳子，除了可以当暗器砸人外，根本没有用。你的意思是，我买了这个手枪，还得买子弹才可以？当然，不过你别看它必须要装子弹才能用，但它可比军营里的所有的兵器都要好。它的第一个优点是可以远程射击，速度比箭还快，而且可以射出第一枪之后，都可以不用停顿就可以马上打出第二枪。不信你们瞧。这把枪只要有子弹，就可以重复使用无数次，直到报废为止。晋王妃啊，这个手枪多少银子一把？还有子弹怎么卖啊？长留派的人说，手枪200两银子一把，子弹5两一颗。皇上，你要买多少？你找他们买1万，不，买3万把手枪，再买60万颗子弹。苏沐雪心里默默地算着，一把手枪200两银子，10把2000两，3万把就是600万两，加上子弹300万两，一起900万两，专门手枪就挣588万两，加上子弹钱，这一单就得血赚800多万两。而且这么大的单子，空间升级肯定快。一想到空间升级又有新武器出现，他的心里简直不要太爽啊！晋王妃，晋王妃。
苏沐雪想得太入神，连轩辕龙喊了他2声都没听到，还是轩辕锦推了推他手臂提醒，这才反应过来。皇上，你喊我？轩辕龙大无语，他难道刚刚喊的是鬼吗？我就要这么多，你能买得到吗？没问题，小事一桩，你就算再翻1倍都能买得到。你怎么知道？当然是听长流派讲的呀。他们跟我说过，大批量交货半月就可以，到时候只需把银子放在皇城庙的空地上，他们收到后无误，1日就会把手枪放在同一个地方的。苏沐雪之所以把时间说成半个月，是因为这么多武器，若是时间说得太短，容易引起轩辕龙怀疑。若是他们收了银子，不信守承诺给手枪呢？那皇上，你的意思是？这次要支付的银两这么多，所以我要一个承诺，若是长流派不准时交货，或者交过来的货有问题，锦王妃，你得全权负责。阿锦，我们走。哎，锦王妃，你先别走，听朕讲完呀。实在是这接近1000万两的银子有点多，你好歹总得给我一点承诺，好让我安心吧。你要找承诺，就去找长流派要去吧。我这忙前忙后，好心好意帮你买武器，1分好处没得到，结果你竟然还想坑我。皇上，你的脸呢？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不干了，你自己去找长流派买吧。轩辕龙没有办法，好说歹说，最后承诺给他1万两银子，外加2把枪，200颗子弹，这才让他又重新答应下来。偷鸡不成反18米的轩辕龙望着2人远去的背影，牙齿是咬了又咬，最后只得无奈的叫江德海去备银子。今日来宫里赚发了的苏沐雪挽着轩辕锦的手臂，喜滋滋地往外走。路过花园，看到前方一大群太监宫女簇拥着一个雍容华贵的宫装美女朝这边走来。原本想停下瞧瞧美人儿，谁知那群人看到他俩就像见了鬼似的，呼啦一下跑得不见人影。你以前得罪过他？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看见你就跑？莫非他进宫之前暗恋过你，现在看到你怕失态，所以才跑开？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怕你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大美女，他怕我做什么？还记得你在赏花宴上做的事吗？所以他们真的是在怕我？当初你在宴席上杀宫女打赵明珠，又毁了陈青莲的脸不说，连半点面子都不给皇后，这件事都在后宫还有其他夫人和小姐们之间传开了。如今不管是后宫的妃嫔还是大臣的小姐夫人们，都恨不得离你远远的，巴不得永远都不要招惹上你。他们都说遇到你轻则被打残毁容，重则会丢命，所以刚刚萧贵妃见到你才会跑得那么快，远离你保命。你现在在整个京城都出名了，甚至有些人家为了吓唬自家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说出再调皮就让锦王妃来收拾你这话，听说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轩辕锦像还是说的不够似的，笑着继续道：暮雪，京城的人还给你取了2个绰号，想听吗？什么绰号？都说来听听。一个是荆州女霸王。取绰号的人有眼光，霸王这个词用的不错，不过把女字儿给我去掉，再给我加个花，改成霸王花，更加符合我的气质。霸王花，这个名字确实不错，跟你挺配的。还有一个呢？第2个，你确定要听吗？听啊，为什么不听？说一半留一半是很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习惯不好，得改。快点说。东篱泼妇。这个名字是谁先传出来的？我已经查过了，是陈阁老家的人先传的，正准备去敲打一番，不准他们再乱讲。敲打干嘛呀？不痛不痒的。要干咱们就去干一票大的。晚上我带你去见见世面，敢不敢跟我去？当然敢。两夫妻回到王府，吃过饭就养精蓄锐，等到夜里丑时起身，
穿上夜行装，带好装备，奔着陈阁老家而去。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轻功，上墙都不需要轩辕锦抱了，直接飞上去。跃进陈家院子，进了陈府，按照老规矩，先去搬空陈家的库房，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轩辕锦原以为苏沐雪要就此回去，没想到他脚下转了一个弯，直奔人家卧房去，然后朝睡着的人撒了一把迷药，在轩辕锦目瞪口呆之下，拿出电动剃须刀，将陈家主子们不管男女老幼都给剃成了阴阳头。剃完头发之后，就连眉毛都没放过，全部剃光光。直到把所有人都剃完了，苏沐雪这才拍了拍手，打完收工。哼，你们敢给我取绰号，我就敢给你们剃眉发，看谁狠得过谁。轩辕锦看了一眼床上被他剃得怪里怪气的人，心中已经预见陈家人明天见到自己的模样，痛哭流涕，寻死觅活，估计差不多。不过也是陈家人活该，谁让他们谁也不编排，偏要编排他家这个小辣椒呢？对于这么勇的陈家人，轩辕锦只能在心里给他们默默点根蜡烛。从陈府回到家，轩辕锦亲自打了热水，让苏沐雪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等他起身，自己也干脆就着水洗了澡。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又捉弄了陈家人，苏沐雪心情特别好，拉着自家男人开启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人体探索之旅。直到天色泛起鱼肚白，二人这才相拥着沉沉睡去。这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想起昨天晚上荒唐事行到一半才发现没有蓝精灵，又因为太累没有吃事后药，苏沐雪立马拿出空间里换的紧急事后药，抠出一粒丢进嘴里，喝了一口白开水把药顺下去。转头就看到轩辕锦望着他手中药把，心情还有些低落地坐在床沿边。阿锦，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可我现在……阿锦，我知道你很想要孩子，可我现在年纪还小，身体还没有长开，若过早生孩子容易造成难产，搞不好会一尸两命，所以还是等过2年，年龄大一点再生吧。沐雪，都听你的，那就过几年再生吧。轩辕锦听说会一尸两命，吓了一大跳，脸色都有些发白。虽然他很想要个属于他俩的孩子，可他更不想苏沐雪有事儿。反正知道苏沐雪不是不想给他生，轩辕锦也就放心了，过几年生就过几年生呗。书房里，陈阁老的大儿子陈胜和坐在下手的凳子上，一脸愁容地望着太师椅上的父亲说道：爹，咱家这是得罪什么人了？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哼，这个人真是用心歹毒啊，往死里整我们陈家，把咱们的头都给剃成了这样，这要是传出去，外面会怎么讲我们陈家呀？对呀，爹，我们如今这副样子去上职，只怕会影响前程呢。陈家小儿子也是忧心满面，他在兵马师任副指挥，正在跟同僚竞争指挥一职，若是被对手见到自己这副样子，只怕得就题发挥了。毕竟东离国讲究以孝传世，圣人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回也，孝之始也。若被对家抓到这个把柄大做文章，那他的竞争资格可能就没了。这些日子你们就先告假在家蓄发，盛和，你派人去查，到底是谁这么针对我们陈家，再找人去大理寺报案，就说昨日陈家进了贼人，让他们找人过来调查，调查的事情让管家出面就好了。这些日子你们回去记得叮嘱各房的人，行事不要太过高调，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老爷，咱们家的库房被盗，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陈阁老骇然起身，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在地，吓得众位小辈连忙上前去扶他宽慰。我们陈家这到底是惹了谁呀？嘿呀！父亲，
您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距离事情过去了7日，一直被愁云笼罩的陈家倾尽人力物力，哪怕有大理寺一起联手，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全体告假，闭门谢客，窝在府里等着头发眉毛长出来。继陈家之后，凡是讲过苏沐雪东篱泼妇的人，家里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渐渐的，有聪明人悟出了其中关联，可又找不到证据证明是苏沐雪干的，只得管好自己的嘴，免得祸从口出。妍妍、罗儿，你们有没有兴趣做生意？做生意，我们能行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们有心想做，那就肯定能做成。我们当然想，做梦都想。上次吃烧烤的时候，苏沐雪讲的那些女子经商的故事，听得他俩是热血沸腾，也想像那些女人一样，做一个经济独立的人。沐雪，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不知道做什么好啊。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什么？当然是胭脂水粉和美丽的衣裳啊。那就做胭脂水粉的生意吧。他倒是从空间里对出后世的各种大牌保养品和化妆品，效果保管吊打整个京城的胭脂水粉行业，而且是天下仅此一家，绝无仿品，不愁不挣钱。可是我们也没有货源来路，也不会制作胭脂水粉，这可怎么办？不需要你们制作，货源我来想办法，你俩只管盯着销售就可以了。两个姑娘听说他能找到货源，立马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刚好与皇上约定半个月时间已到。沐雪，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不用，我跟小七去就行，你在这里等我就好。他是去收钱，又不是去打架，人多了反而不好。那你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记得大喊出声，我立马就过去。知道了，那我先过去。苏沐雪说完，微抬手腕，小七就落在地面，幻化成7、8米高的形体，朝他喊着：“姐姐，快上来！”苏沐雪熟练地爬上他的背，坐稳之后，朝轩辕锦挥了挥手，一人一灵朝着下方飞去。守在城隍庙附近的影卫们看到前些日子见过的庞然大物又飞来了，虽然知道他不会伤害自己，可心里还是不由得害怕。小七都没搭理他们，只听从苏沐雪的吩咐，绕着银香转了一圈，然后朝远处飞走，消失不见。与他一起不见的还有地上的那一箱箱银子。好些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差点直接吓尿了。没想到那会飞的怪物除了气场强大，竟然还是一只吞金兽。这若是他想吞掉人，他们岂不是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这边苏沐雪收了银子，让小七飞回轩辕锦的身边。等小七停稳了，苏沐雪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小七瞬间又变回镯子，缠在他手腕上。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儿，已经拿到银子了，我们回去吧。刚进卧室，苏沐雪就迫不及待地进了空间，从刚收到的银子里拿出一小部分换成手枪和子弹。这次开放的有轻机枪、重机枪，还有轻型迫击炮、重型迫击炮，像手表一样的红外线感应探测仪，只要带上这个，就可以察觉出1到5公里外的敌军活动。有了它，轩辕龙就算买了手枪，也休想用来伤他分毫。苏沐雪在一堆探测仪里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高级别的探测仪，换了2块探测仪，花了1万多两银子。他打算自己一块，另一块给轩辕锦，毕竟他俩如今是夫妻，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他出事儿。出了空间，就看到轩辕锦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一如晚餐那样给他护航。阿锦，我有好东西给你。说完，在轩辕锦疑惑的眼神中拿出探测仪送到他手上。这是什么？轩辕锦把探测仪拿在手中，好奇地把玩打量。这是一个长方的块状物，看起来非常的薄。这个叫红外线探测仪，戴上之后，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探测到5公里范围，也就是你们讲的1800丈之内的敌人。苏沐雪边解释边给他戴上，
然后伸手摁开探测仪上的功能键，告诉屏幕上它红点是敌军，绿色点则是友军，上面其他不同的线形表示山川、树木之类。他望着屏幕上的画面瞠目结舌，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有了这个功能，若他再上战场，以后在追踪敌人时，简直就要像苏沐雪讲的开挂一样，一追一个准儿。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沐雪，真的非常谢谢你。你是我相公，对你好是应该的，不用谢。沐雪，你怎么想着换这个探测仪的呢？这不是把手枪卖给了皇帝吗？为了防止他枪口倒转，我们总得做一些防备才行啊。刚好空间升级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里面找了一下，结果没想到还真被我找到了，所以就买了2块，你1块，我1块，这样以后就不怕皇上反水了。还是沐雪你想的周到。阿锦，这个探测仪是太阳能的，若是没电了，你在无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让它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然后按我刚刚教你的开机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轩辕锦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似的，把苏沐雪的话认认真真的听进心里。二人一直聊到兰儿带着下人端宵夜才停下。吃完宵夜，洗漱后安置不提。皇宫里，轩辕龙望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手枪和子弹，脸上笑容藏都藏不住。他疾步上前，从武器匣子里拿出一把手枪，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梦寐以求的武器，幻想着自己一统诸国，所有人都对他俯首称臣的样子。轩辕龙忍不住笑出声来。锦王府，苏沐雪原以为轩辕龙得到手枪会来找自己教他开枪的技术，还想着到时候再坑一笔学费的，没想到几日过去，宫里根本没有派人来请他，这倒是让苏沐雪惊奇不已。难道他们都无师自通了？不过既然轩辕龙没有让人来请，他也懒得往前凑，免得到时候叫不起价来。轩辕龙不找自己教学，他就把心思用在跟南烟顾罗合开的铺子上。如今铺子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要开始后续的准备工作了。首先就是招人，他写了一些条件和要求，让南烟两人按照写的去招人培训，自己则开始从空间换化妆品。因为这些东西包装都是现代的，不适合这个时代用，必须得重新换过包装才行。思考了一下，画出一些装护肤品还有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找到一个精通制陶的人，给他一个图纸和要求，问他能不能烧制。姑娘，这个小的能做，不过就是这个价格。只要你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出来，价格不是问题，而且后期量还不小。但是有一条，我画出来的东西只能我自己用，你不能再给其他任何人用，不然别怪我砸了你的招牌。制陶人立马答应下来，保证不会把他的作品给第二家。苏沐雪还是不放心的写了合同，若是制陶人违背，将要付给他天价的违约金。好了，万事俱备，只欠客户这个东风。希望咱们铺子里的化妆品和护肤品都能大卖吧。绝对会的，你看我的肌肤，自从用了你给的护肤套装，肤质细腻不说，还白了不止1星半点。如今我出门连妆都不需要化啦。妍妍说的对，我现在的肌肤也好了许多，连以前经常上火就会出现的粒子都没有了，连我娘都说我变美了许多呢。没关系，只要你们尽心工作，用完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发。一切准备就绪，选了个最近的好日子，青岩阁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正式开张了。开张这日，店门口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也有一些女子怀着好奇的心思进了铺里观看。门口需要人迎宾，铺子里需要人手看着。南烟跟顾罗是第一次做生意，有些放不开手脚。苏沐雪就带着3个丫鬟一起在铺子里帮忙。轩辕锦因为是男子，不好去全是女客的铺子，不过他交代了好友，让他们必须叫上家里的姐姐妹妹们去捧场。这位姑娘，我给您介绍一下本店的产品，这是我们的护肤品之一焕颜系列，它具有保湿锁水美的效果。姑娘，我看您的年纪大概和我差不多，
皮肤光滑细腻，并不需要过多保养，只要适当的护肤就好。可以试试这款保湿型的护肤品，它清爽不油腻。苏沐雪把保湿型的护肤品功能说了个遍，又拿出试用装在陆小小的手上试了一回。这一套多少银子？我买了。姑娘真识货，这套护肤品本来是需要220两银子，看在您是我们第一个购买的客人份上，就收您200两银子吧。若是用得好，记得帮本店多多宣传啊。虽说价格不低，不过东西确实不错，值这个价。行，给我包起来吧。若真是好用，我一定会帮你宣传的。那就谢谢姑娘了。日后若还有需求，尽管再来，小店一定给您最好的。若真有效果，少不了再来光顾。说完，朝南烟点头示意一下，便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铺子。等他离开，南烟跟顾罗满脸崇拜地望着苏沐雪。哎呦，沐雪你好厉害呀！刚那一番介绍下来，连我们都情不自禁的想买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厉害呀？这没什么难的，只要熟悉产品功能，再用一点心思，很快就上手的。这才刚开始，你们要有信心。刚刚那个是晋国公府的嫡女陆小小，如果有了她的宣传，以后咱们的生意可不会差的。晋国公府，陆成风的妹妹。苏沐雪想起轩辕锦有个叫陆成风的好友，是晋国公府的世子，难道是他让自己妹妹过来的？南姑娘，这是你开的铺子啊？她心里满是疑问，南烟是堂堂宰相府的千金，怎么会抛头露面的出来开铺子呢？齐姑娘，欢迎光临，你想买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些什么啊？我们这里有护肤品、化妆品。南烟将早就背熟的产品类目一一报出，每报一种的时候，还不忘将产品拿出来给齐溪看，介绍它的功能。齐溪对护肤品和化妆品感兴趣，南烟根据她的皮肤提议用美白系列的产品。正在听南烟介绍的齐溪无意间转头，看到货架另一边的陈灵芝，立马笑着过来打招呼。灵芝姐，你也来啦？听你这口气，莫不是你也是被你家哥哥喊来的？周夫人好，欢迎您光临青岩阁。这铺子是你开的？对，我跟2个朋友合伙开了这个护肤品店，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捧场。这个好说，只要东西好，不止我们会再回来买，还会邀请更多朋友来的。那南烟先谢过2位了，还需要我俩帮您介绍一下其他的产品吗？你们这些产品瓶子看起来还挺精美的，是定做的吗？是的，这是我们合伙人苏沐雪亲自设计画图，然后让人烧制的。你是说这些瓶子都是锦王妃设计画出来的？不止这个瓶子，还有瓶身上面的说明和我们铺子的装修都是沐雪想出来的。想必2位是都听过外面的传言吧？其实那只是外人对他不了解而已。南言说的对，只有相处久了的人才知道，沐雪她其实是个性格率真又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对朋友特别的好。2人在陈灵芝和齐溪面前将苏沐雪一顿夸，希望能改变外人对苏沐雪的印象，努力帮她挽救跌到谷底的名声。苏沐雪在休息区听到他俩的话，不由得微微一笑。其实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2位好友一心为他这份情，他领。也许是青岩阁产品新颖齐全，服务态度又好，自从开业之后生意就非常好。苏沐雪天天都会去店里指导他们如何销售，直到几人完全上手，才没再去管铺里的事儿。闲得无聊的他就跑到空间里种种东西，练练功，打发时间。这天刚出空间，就听见说皇上下旨让他进宫一趟。苏沐雪有种直觉，一定是皇上让他进宫教枪法。刚巧轩辕锦不在府中，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防弹衣穿在身上，又把红外线探测仪器也带上，全副武装，这才跟随传旨的人进了宫。进到养心殿，果然如他所料，轩辕龙是让他教自己枪法的。
苏沐雪秉着坑死人不偿命的信念，又从皇帝手上坑了5000两的学费才开工。他叫人在宫里空旷的地方立了个靶子，然后才开始教轩辕龙如何瞄准靶子扣动扳机射击。当然，对于这个以后定会成为对手的人，他教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只是让他知道了如何换弹夹、扣动扳机射击目标这些最基本的，其他的什么绝招他就懒得教了，让他自个儿去琢磨吧。锦王妃，你是不是没有用心的教啊？嗨，皇上话可不是这么讲的呀。我有没有用心的教，你难道没眼睛看吗？我射击的动作跟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话说的轩辕龙根本没法反驳，因为每个动作确实是一样，可他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苏沐雪得理不饶人，你也无话可说了吧？所以阿屎不出，不要怪茅坑，要怪只怪你太菜，明白了吗？苏沐雪毫不在意皇上黑到不能再黑的脸色，嘴里继续不留情地怼他。你看什么看呢？知道自己天赋不足就勤奋来补啊，这可比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多了。轩辕龙讲不过也骂不过，只得憋着气老老实实去继续练，一直到轩辕锦来皇宫找人才停下。望着二人相依远去的背影，轩辕龙眼中闪过一丝幽光。只要过了明年4国来朝的事，他绝不会再允许这两人在自己面前嚣张晃荡。他有没有为难你？放心吧，就算他想为难我，也没有那个实力。我没坑死他都已经算好的了。接下来的几日，苏沐雪借着教学的机会，逮着人就坑人，不管是吃的、用的、玩的，只要他看上的全都不放过，把轩辕龙坑的是两眼发绿，就连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都被他搜刮完了。轩辕龙也不知道他鼻子为什么那么灵啊，就连自己没有舍得让人拿出的贫婆果都被他翻找出来吃了个干净。为了不让他继续在宫里薅羊毛，第6日轩辕龙就赶紧叫他不要再来。苏沐雪很遗憾地对传旨太监说道：这么突然的吗？听说宫里还有几瓶贺年贡酒很珍贵，刚好我家王爷喜欢喝点小酒，要不再交1天，等我把那贺年贡酒拿回来先吧。传旨太监一听，跑得飞快。苏沐雪望着跑得恨不得多生出2条腿的太监，心道不就是几瓶酒吗？用得着跑得像是后面有鬼追一样吗？算了算了，大不了去空间里买几瓶给阿锦好了。不用再教轩辕龙射击的他，闲得实在无聊，就带着3个丫头去铺子里转转。没成想刚进铺子，就看到里面的货物货柜全都被砸烂了，场面一片狼藉。这是谁干的？是胭脂斋的人，因为我们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深受客户喜欢，抢了他们的客源，所以胭脂斋的3少爷今日带人过来，找借口把我们铺子里的货全砸了。说起地上这些不能再用的货品，南烟和顾罗就想哭，值几万两银子的东西呀，就这么被生生砸毁了。还有那些正在挑选的客户，受此惊吓，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上门。那胭脂斋背后是什么来头？众人都知道，青岩阁身后有锦王府跟宰相府2大势力撑腰，按说不敢这样大胆来打砸才是。胭脂斋老板女儿是宫里今年得宠的影嫔，她家这些年占着这关系，没少打压同行。那前3少更是欺男霸女，坏事做绝，是京城一霸。只是因为她靠山强大，又有功夫在身，所以被欺负了的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南烟前几日钱家那个纨绔过来挑衅时，就让人打听过他家的背景。哼，看来这钱家是安逸生活的太久了，想换一种活法。不如我就成全他们吧。苏沐雪冷哼一声，看来他最近还是太低调，所以让那些不入流的牛鬼蛇神都感觉自己好欺负了。妍妍、罗儿，把店里的损失列一份单子出来，每个产品价格都要乘以3来报。好，我们这就去。南烟跟顾罗连忙应声去找纸笔。等他俩列完单据，苏沐雪又吩咐自己的贴身丫鬟兰儿，你一会儿留在这里帮着收拾铺子。青竹、墨画，跟我去趟胭脂斋。好的，王妃，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兰儿妹妹放心吧，如今王妃的功夫可不在我与青竹之下，而且有我俩在，没人能伤得了她的。南燕两人列好单子，吹干墨迹递给苏暮雪。暮雪，给你，你万事小心。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有事的是钱家人才对。将纸条折好放进袖子，带着2名丫鬟直奔胭脂斋而去。胭脂斋跟青岩阁在同一条街上，相隔并不是太远，只要半炷香时间就到了。3位是什么人呐？识相的赶紧滚！胭脂斋可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我姑奶奶是来讨债的人，你还不够资格跟我谈，让你们的当家人出来。哼，想见我家主子，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王妃，收拾这几个杂碎，我们俩来就行。行，交给你们了。苏暮雪退到一边，好让他俩尽情发挥。几个护卫以为2个小女娃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其中一个男人笑嘻嘻地对2人说道：你们这些女人练个花拳绣腿敢出来学人家打架，听本大爷的话，还是回家绣你们的花去吧，那才是你们该做的事。他这一番话引得众手下哈哈大笑。哪里来的贱人竟然如此猖狂，也不打听打听胭脂斋是什么地方，敢来这里捣乱，是嫌命太长了吧？什么地方？不就是仗着有个做皇帝老儿小妾的姐姐吗？哦，对了，要是算起来，你姐姐顶多就是个通房，连正经妾都够不上。他的这番话引得围观的人一阵哄笑。那些长期受钱家欺压的人，此时只觉得他说得痛快。钱齿昂在苏暮雪转头的那一刻，突然眼前一亮。她阅女无数，却还从未见过这么玉骨冰肌、美妙绝伦的女子，眼中闪过一丝邪淫之色，恨不得马上将眼前的人抢回去，做她的第8房小妾。精虫上脑的他只想将苏暮雪拐回家蹂躏，根本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在下钱之昂，是胭脂斋的东家。这位娘子，我们可能有误会。你我2人今日得见，实乃有缘。若能告知芳名，日后也好常念于心呐。大胆狂徒，竟敢对我家！青竹刚要上前呵斥，苏暮雪抬手阻止他往下讲，说出自己的名头，一会儿就不好玩了。哼，想知道我的名字，等打赢我了再说。既然如此，姑娘先请出招。苏暮雪也不客气，冷笑着双手抬起，使出这些日子轩辕锦教他的拳脚功夫，朝着猥琐男攻去。快叫人过来，给我杀了这个贱人！三少爷，我已经让人去找老爷，应该一会儿就该到了，你且忍耐一下。钱生昂此时好想骂掌柜这个傻，再忍耐一下，他就要被打死了。他转头对着苏暮雪语带威胁道：贱人，你快放了我，若是等我爹过来，你就死定了。在我死之前，我会想要你死。苏暮雪说完，摸出身上匕首，干脆利落地挑了他的手筋脚筋。啊！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聒噪！然后左右开弓，直接将他打成猪头。住手！给我住手！钱大发带着一群护院赶了过来，快去给我杀了那个女人，把少爷救下来！护院们提着刀想跑进来救人，青竹和墨画提着剑将铺子门口护的是严严实实。护院们冲了几次都没能冲进屋来。爹，快点救我！钱大发倒是想带人快点进屋，只是清末2个丫鬟就像2尊门神，牢牢地立在门口。他带来的人已经折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人能冲进里面去。里面的人听着，谁能救下三少爷，我给银子1000两。
屋里的伙计跟掌柜听到这么多银子，心中蠢蠢欲动，拿着棍子想从后面偷袭苏沐雪，只是还没摸到身后，就全被他手腕上的小七窜出来咬破喉咙，一命呜呼了。小七，干得漂亮！钱大发想让人收拾自己，苏沐雪就把气发到了钱尺昂身上。你平常不是很喜欢强抢美女吗？我今天就切了你的祸根，然后再把你卖去小官馆，让你也体验一把做女人的乐趣，怎么样？你敢？我可是宫里前嫔的弟弟，你若敢伤我，我姐姐不会放过你的。哼，前嫔啊，我好怕啊！说完就干净利落地把钱渣渣的第3条腿给切了，在钱尺昂的惨叫声中，还不忘撩起他的衣角，擦干净匕首上的血。你姐姐若是想报仇，就尽管来，看看最后是她死还是我死。你简直就是魔鬼！钱尺昂痛苦的脸上青筋直冒，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知道我是魔鬼，那你还敢带人去砸我的铺子？你是景王妃？以前听这女人的凶名时，他还不以为意，以为只是别人传的谣言，没想到她竟然真的这么凶残。看来你听说过我的名头吗？既然如此，那你怎么还有胆子敢来我铺子捣乱的？今日我就来告诉你，做坏事的时候记得擦亮眼睛。毕竟我这样的人向来是有恩不一定会记得，但是有仇一定10倍100倍奉还的。你还想怎样？钱尺昂害怕到声音发抖，流血太多的他声音也变得有些虚弱起来。苏沐雪不想让他死得这么快，伸手点了他的几处穴道，暂时止住血。苏沐雪从怀中掏出南烟他们列的损失表，在钱尺昂面前晃了晃。这是你在我铺子里面砸损的东西价格表，21天做5，你们钱家得赔我50万。你们若是敢不给，我不介意直接送你上西天。给，这银子我爹一定给的，求景王妃你饶了我吧！钱尺昂泪流满面的哀求，也终于知道原来有些人真的惹不得，因为惹了会要命啊。青竹、墨画，把钱东家放进来。你到底是谁？究竟想干什么？爹，她是景王妃，你快救我！景王妃，我钱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上门来伤犬子？无怨无仇？你儿子带人上门砸了我的铺子，毁了我的东西和生意，这不是仇，那什么才是仇？就算是毁了你的东西，不过是赔些银两而已，多少银子，我钱家补就是了，何故还要伤人，将我儿打成这样？你真当我们钱家是软柿子吗？哼，银子你钱家自然是要补，50万两1分不能少。至于打人嘛，想打就打了，哪来那么多为什么？至于你钱家是不是软柿子，捏一捏不就知道了？别以为你是锦王妃就可以为所欲为，信不信我这就去圣上面前告你无故殴打后妃家人，让圣上治你一个罔顾人命之罪。告我？行啊，那咱们就去皇上面前好好辩一辩，看看你钱家这些年到底罔顾了多少条人命，得吃多少官司。你到底想怎样？当然是想你赔银子，看着50万两1分都不准少，不然我不介意将你钱家所有产业砸得稀巴烂。你那个破店顶多值几万，凭什么要我赔这么多？你这跟抢有什么区别？没错，我就是抢，给你2条路，一是给银子，2是现在一起上金銮殿陈述钱家的罪状，钱老爷自己选吧。钱大发看他眼神笃定，好像上了金銮殿吃亏的一定是自己一般，心里有些害怕，不知道他究竟掌握了自家多少罪证。要是现在匆匆忙忙面了圣，吃亏的一定是自己。钱老爷再不早点下决定，你的宝贝儿子可撑不了多久了。钱大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儿子此时已经面如土色，气息微弱了。
慌忙提高声音对外喊着：“快去找大夫，快！”慢着，先给银子，不然我不介意往他心脏捅一刀，让你儿子立马去见阎王。你……钱大发对上他冰冷的眼神，只得又对外面喊：“去取50万两银票过来！”银票到手，苏沐雪也不再阻止大夫给钱池昂治伤。当大夫告诉钱大发说他儿子被人挑断了手脚筋，还被去世，以后是个废人时，气得钱大发朝着苏沐雪背影大喊：“晋王妃，我与你势不两立！”哼，钱垃圾，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姑奶奶我等着。苏沐雪走出门外，围观的人群中，许多受过钱家欺压的人立马跪下，感谢他替天行道。望着这些因为仇人被收拾激动到痛哭流涕的人，苏沐雪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无论在哪个时代，没权没势的人都活得太艰难了。哼，这钱家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府里的银子竟然不少。沐雪，你还打算去发财吗？废话，不去搬空他的库房，难道还让他留着到处打点脱罪啊？不过这次的银子我不打算自己留着，想把拿来的银子还给那些被钱家欺压过的无辜之人。这样，我让人去查一下钱家当初欺负过的那些人，若原就是黑心的人，被钱家欺负就当是他们的报应；若是善良的人，咱们就把银子还给他们，如何？还是阿锦你想的周到，就这么办。还有那些被钱世昂强抢了女儿的穷苦家人也一起查查吧，到时候也给他们一些补偿。两夫妻商量完之后，就开始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基于钱家太恶劣，苏沐雪并不打算只是搬银子，她还要让这些人无家可归。丑时是最适合干大事的时辰，两夫妻档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朝钱府摸去。苏沐雪抬起手腕，打开红外线探测仪，看了一下钱府的护卫布置，虽然还算森严，但比起先前搬过的其他几家还是差远了。在屏幕上一番操作，找出钱家库房的方向，两人避开护卫摸了过去，放倒守卫，打开库房，里面金银珠宝不胜枚举。苏沐雪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即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入空间，然后拿出汽油洒在屋子周围，最后放了一把火。汽油助燃，晚上又有微风，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直到看着房子被熊熊燃烧起来，有人察觉大喊救火，二人这才扬长而去。钱大发从睡梦中被惊醒，起来看到整座房子都快被火势包围了，家丁们慌乱地拿着桶和水盆，不停地来回奔走打水救火。无奈火势太大，那点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完全灭不了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被烧毁。快，让人先去救库房！钱家管家立马组织人手，提着桶往库房跑。好不容易将库房门前的火扑灭，大门进去一看，里面竟然空空如也，连根头发丝儿都没剩下，感觉天都塌了，连滚带爬地跑出来对钱大发喊：“老爷，里边的东西全没有了！”全没有是什么意思？烧化了？不是的，老爷，是没了，里边的金银珠宝全部都不见了。什么？钱大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人就直挺挺地往地上倒。老爷！过了好一阵子，钱大发才回过神来，想到今日跟苏沐雪的冲突，气得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是他，一定是锦王妃干的。翌日清晨，钱大发带着一大家子，气势汹汹地来到锦王府，要找苏沐雪讨回公道。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就被福伯带着一众侍卫挡在王府门口。钱老爷真是好生无礼，你家的房子被烧，那定是因为你钱家平日作恶太多，就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这才降下天火给你们的报应，与我们王妃有何相干呢？钱大发懒得跟他在这扯，大声嚷嚷着：“
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赶紧把你家王妃叫出来，今天她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哼，你喊我家王妃出来就要出来啊？你算老几呀？我家王妃日理万机，忙得很，可没空浪费在你这种无耻之徒身上。昨日你家王妃才打砸了我们胭脂斋，伤了我儿。昨晚上我们家就起火了，说不是他放的火，谁信呢？钱夫人这话说的，好像我家王妃多无礼似的。事实是，我家王妃之所以砸胭脂斋，不过是你们先砸了她的铺子。王妃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至于打伤你儿子，若是他不待人，砸青烟阁吓到了客人，我家王妃不惜的搭理他一个烂人好吗？还有，钱夫人后面那句话就更搞笑了，就因为我家王妃白日里去你家铺子里拿赔偿，你们就赖上我家王妃烧你屋子。那你现在一大群人来我这王府门口，我还说我们府里丢了1000万两银子呢，看来也是你们拿的，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呀？福伯中气十足，一顿输出，把钱夫人是气得够呛。你血口喷人！怎么，就允许你钱家无端的栽赃泼脏水，就不允许别人还给你们吗？我还是那句话，有证据你们就去报官，没证据就滚，不然别怪我锦王府的人不客气了。钱大发虽然心里知道是苏慕雪搞的鬼，可他也确实没有证据。见周围围观的人已经对他们指指点点，脸上都是鄙夷的神情，认为他们是在讹诈锦王府。挂不住脸的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福伯，灰溜溜地带着家人离开了。等钱家人离开，福伯这才让围观的人群散开，带着侍卫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府禀报。福伯威武。是王妃教导的好。考虑到钱府吃了这么大亏，肯定不会就此罢休。苏慕雪觉得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与其让这几只蟑螂后面再出来恶心他，还不如直接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无路可走。说干就干，他立马拉着轩辕锦，打着进宫看望太后的借口去慈宁宫转了一圈。出来见天色已暗，两人就直奔颖妃住的宁香轩。这时的钱媚儿已经接到父亲的书信，知道苏慕雪弄残他的双生弟弟，还毁了钱家的消息。原本貌美如花的脸顿时被愤怒扭曲。想他钱媚儿虽然位分不高，但仗着钱家的财力笼络了御前的公公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给自己说点好话，所以一直还算是皇上的宠爱。1个月起码有5、6日是宿在他这儿的，皇上还亲口说过，等诞下皇子就升他妃位。这个苏慕雪竟然敢公然与他作对，动他的前程带子，真是活腻了。想到这儿，他美丽的眼睛闪了闪，在贴身丫鬟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就让他快去快回。半炷香的时间，丫鬟领着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里的人进来，然后自觉地走出房间，还不忘娴熟地关上房门。看来做这样的事情不是1日2日了。媚儿，段郎，两人相互抱紧身体，恨不得将彼此融进对方的身子。2个人4只手在对方身上饥渴地探索，迫不及待地给对方喂唾液。苏慕雪躲在房顶上看得叹为观止，悄悄地对一边的轩辕锦说道：我去，你哥这头顶上简直就是一片青青大草原呐！别看，辣眼睛。切，这才哪到哪儿啊？更激烈的我都看过。你还看过谁？他有我好看吗？开玩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人一向喜欢吹牛的。轩辕锦没有说话，只是用悠悠的眼神望着他，一副你看我信吗的表情。苏慕雪尬笑着转移话题：快看，他们好像要密谋了。段郎，媚儿幸好有你在身边，不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怎么了，媚儿？
这次又是哪个宫妃欺负你？告诉我，我帮你去摆平他。段义潇心疼地将心上人搂进怀里问道。他与钱媚儿原本就是情侣，后来心上人被逼进了宫，他舍不得这段感情，所以舍弃白鹤门少掌门的身份，也跟着进宫做了侍卫。这些年为了帮心上人顾宠，他没少处理那些敢挡媚儿路的女人。怎么，这次的宫妃势力很大吗？那你也别怕，我只要飞鸽传书回白鹤门，有父亲和白鹤门的人在，就算那人有朝廷高官做靠山也不怕。大不了让父亲联络其他的绿林好汉，灭了高官满门。这种事情以前又不是没做过。段郎，让你父亲帮忙，他会不会答应啊？放心吧，我爹只有我一个儿子，只要我提出来，他一定会答应的。段郎，你真好。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了吗？是景王妃苏沐雪。是他？段义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这些日子他也听说过许多苏沐雪的传闻，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女人，况且他身后还有景王府撑腰，对付他的风险有点高啊。哼，难道你们白鹤门也害怕他不成？当然不是，只是听说这个女人很难缠，又有一种不知名的武器在手，她的背后还有景王府，对付起来有些麻烦而已。不过一个女人而已，外面的人把她说的也太厉害了些。至于那什么武器，到时候杀掉她夺过来不就好了？只要她一死，景王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的病秧子，就算想报仇又能如何？媚儿，你说的对，到时候就让父亲匿名杀了景王妃夺过武器，就算景王想报仇也找不到人。正是如此。行，等回去我就飞个传书回白鹤门去。段义潇说完，眼神火热地望着风情万种的女人，眼中的欲望不言而喻。哎呀，真是个冤家。苏沐雪想下去收拾人，却被轩辕锦一把拦住。有的是人收拾他们，不必这么动手。轩辕锦伸了一下手指头，一个身着黑衣的暗卫冒了出来。你去引几个妃子过来这里，务必要让他们发现屋里的事情。暗卫点点头，立马飞奔离开。这招借刀杀人高明，我喜欢。苏沐雪笑了，对男人做出一个赞的手势。轩辕锦得到他的夸赞，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过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宁香轩门外传来混乱的脚步声，接着钱媚儿的丫鬟略带紧张的声音响起：几位娘娘，我家娘娘已经休息了，请你们改日再来吧。你家娘娘哪日不是虚时8刻过了才上床啊？今日才虚时2刻，怎么可能睡这么早啊？莫非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没有这样的事，梅嫔娘娘不要血口喷人。有没有事？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一个身穿绿色宫服的妃子说着就往屋里闯，丫鬟连忙拦住不让她进，气得女人踹了她一脚。该死的死丫头，我们不过找你家娘娘聊聊天，你就在这推三阻四，莫不是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丫鬟被她踹到一边，捂着肚子半天起不来。宫装女子看都不看她一眼，直接推开门就往屋里闯，其他人也跟着一窝蜂地往里走。钱媚儿的丫鬟根本就拦不住，只能抬高声音给里面的人报信：各位娘娘，我家娘娘真的睡着了，你们有事明日再来说吧。屋内正在激战的两人听到有人来了，顿时吓得六神无主。钱媚儿吓得面无血色地抓着被子，身体抖得像筛糠。怎么办？若是被他们看见，我俩就死定了。媚儿别怕，我先上房梁躲一躲，你尽量保持镇定，将他们支走。哎，好，记得一定要藏好点。若是苏沐雪二人不在这儿，他俩计策还真的会成功。可惜这俩人运气不好，偏偏遇上了。在段义潇飞起的一刹那，轩辕锦捏起一块瓦砾，用了10成的功力对准他的脚踝就打了过去。
提气刚想飞上房梁的段奕霄顿感脚踝剧痛，就这么猛地从半空中摔下来，啪的一声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几位宫妃进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吓得尖叫出声：杀人啊！快来人呐！隐屏屋里有刺客！娘娘，刺客在哪里？在屋里，你们快进来抓刺客呀！侍卫头领听到这话，连忙带人进屋，就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趴在地上，而影嫔拥着被子坐在床上，面无血色，仿佛已经被吓傻了一般。众侍卫哪里还不明白眼前出了什么事儿啊？谁也不敢再看钱媚儿，上前将段奕霄团团围住，然后差人去请皇上。我们先走吧，一会儿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苏沐雪虽然还想吃瓜，可她也知道此时不是吃瓜的时候，只好点点头，遗憾地离开。翌日，苏沐雪刚刚起床，就听说宫里的影嫔被刺3尺白绫，一个姓段的侍卫被五马分尸。接着没几日，一个叫白鹤门的门派被人一夜之间灭了门，而钱家随着钱媚儿的死亡，原先那些被钱家欺压过的人纷纷带着状子去了顺天府，告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强抢民女等罪状。因为证据确凿，钱家全家被判满门抄斩。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们的大刀利落地砍下钱家人的人头。有个小伙子激动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爹娘妹妹，你们看见了吗？仇人终于得到他们应有的下场了，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说完，朝着锦王府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嘴里高喊着：感谢亲王，亲王妃替爹行道，让钱贼伏法。他这一跪，许多人也跟着一起跪下，大喊感谢锦王。有人不解地问：不是皇上下令斩的钱家吗？你们怎么感谢起锦王他们来了？钱家之所以猖狂，就是皇上在背后撑着腰。若不是锦王妃不畏强权，斗倒了钱家，我们岂能大仇得报？就是，若不是皇上贪图钱家女的美色，钱家岂敢如此嚣张？还有，若不是锦王让我们放心大胆去顺天府告状，又哪能有钱家今日的下场？百姓们七嘴八舌，嘴里念的都是锦王府的好，对当今圣上却只有怨气。钱家的事情告一段落，轩辕锦已经让属下把被钱家人迫害过的人背景已经查清楚了。苏沐雪拿着从钱府搬回的钱财，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放到那些被迫害过的善良百姓家中。翌日，大家起床，发现桌上有包银子，一看数量正是钱家坑自己那些，顿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心里明白是谁送的，却又心知肚明地选择不吭声。不过从此以后，每户收到银子的人家，家里都供着2张长生牌，上面的名字赫然是轩辕锦和苏沐雪。百姓们每日虔诚地烧香，祝他俩长命百岁，岁岁无忧。不过百姓们这些自发行为，苏沐雪两夫妻并不知情，他们正在为过新年做准备。新年快到了，锦王府上下都在忙碌着迎新年，仆人们忙着打扫房屋，贴新春联，裱窗花，置办年货，挂喜庆的红灯笼。28这日，宫里举办宫宴，所有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带着家眷参加。这次是皇上下令举办的宫宴，苏沐雪作为王妃，今日是要穿宫装入宫的。一早兰儿就给她戴上华贵的凤冠，再穿上绯红色的阔袖宫装，上面的牡丹花雍容华贵，花瓣栩栩如生，领口镶着一圈白色貂绒，更衬托她的肌肤胜雪，美得不可方物。轩辕锦见她穿着绯红，也找了一身同色系的穿上，腰间一条镶金白玉如意带，头顶一件白玉银冠，衬托她的风华绝代，俊美无双。就连脸上画的重度妆容，都让她别有一番病态的美感。这次的宫宴设在麟德殿，苏沐雪还是第一次来，她好奇地打量了一圈，
只见殿内金碧辉煌，12根盘龙柱巍然耸立，上面镶嵌着夜明珠，屋顶挂着数百盏宫灯，灯火摇曳，将原本有些昏暗的麟德殿照得亮如白昼。各位爱卿，旧岁已辞，新年已至。过去1年中，诸位与朕同心协力，保我东离国江山稳固，百姓安居乐业。今日新春宫宴，朕愿与尔等开怀畅饮，共度佳节。祈愿新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终于等到轩辕龙话音落下，众位朝臣复又起身，共同说了一句：愿我东离国新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苏沐雪撇了撇嘴，果然是领导都喜欢长篇大论。轩辕锦见他似是有些无聊，轻轻告诉他马上就好了。果然话音刚落，轩辕龙就挥手让众臣子坐下，朝贴身太监点头示意，开宴。妍妍，我看你脸色不好，是出什么事了吗？沐雪，你说你以前没有参加过宫宴，可能并不知道东离国的规定，那就是每年3品以上的官家女儿出席时都要表演才艺的。而我作为丞相家的嫡女，一会儿必须得在御前表演才艺才行。可是我刚刚听丫鬟讲，我带来的衣裳被人故意破坏了，这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衣裳代替，真是要急死人了。若是不表演会怎么样？若是不表演，恐有人会说南家藐视圣恩，不愿意为皇家献艺，引得圣上不悦，会带来许多麻烦。若是只怪罪他还无所谓，只怕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影响了爹爹和南家的前程。你表演的是什么？我表演的是霓裳舞，可是如今没有了衣裳，其他的项目又没有准备，也并不是特别出彩。哎呀，都不知道一会儿到底要如何收场。跟我走。去哪儿呀？去宫房。啊？别啊了，快跟我走吧。哎，沐雪，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能走，这样会影响到我爹与南家的前程的。南言以为苏沐雪要拉着他逃走，极力想挣脱好友的手，回到殿中。不管如何，他都要跟爹娘一起面对。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放心吧，误不了你的表演时间。苏沐雪并不放手，拉着好友边走边说，很快来到了宫房。在这里等着，不要让人进来打扰我，也千万不要走开。苏沐雪说完进了宫房。南烟虽然心里焦急，可面对好友严肃的叮嘱，又不好立马离开，只得心急如焚地站在门口等待。苏沐雪进了空间，问了008跳古典舞的服装在哪个界面，然后飞快地在指尖界面搜索起来，挑选了好多件，终于看上一款丝绸加薄纱质地的大摆长裙。虽然价格不菲，但她现在有的是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把衣服兑换了。抱着衣服出了空间，朝着外面喊道：妍妍，快进来。沐雪，我……南烟推门进来，话都还没说完，就感觉手上多了一包东西。这是什么？你的衣服，快点换上。南烟展开衣服，眼睛都亮了，有些爱不释手地摸着说道：哇，这衣裳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衣裳。沐雪，你从哪里弄来的？哎呀，以后再跟你解释，现在先把衣服换上吧，不然迟了该赶不上表演了。苏沐雪催促着好友，想到这个时代的小姐们穿衣服都有丫鬟伺候，她又问南烟：对了，你会穿衣服吗？要不要我去找人帮你？啊，不用了，我会穿。怎么样，沐雪？南烟穿上之后，随意转动一下身体，顿时裙摆飞扬，美得像仙女下凡。你将会是今晚整个大殿中最靓的女。沐雪，谢谢你。我们是朋友嘛，不必言谢，快回去吧。哎，不，容我先把外裳穿上，我要让害我的人气得吐血。当二人来到殿中的时候，现在表演的是太傅家的嫡女冷婉清。她身着紫色纱裙，转动的时候显得仙气飘飘，非常优美。
南烟刚坐下，冷婉清已经完成最后一个转圈动作，停了下来。大殿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冷太傅之女，真不愧是京城有名的才女。此一曲舞，恰似仙娥下凡，神韵天成，当赏之。江德海，替朕赏太傅之女冷婉清蜀锦1匹，如意瓷瓶1对。臣女谢陛下赏赐。得到奖赏的冷婉清刚准备下场，转身就看见南烟穿着一身平常的服饰回来，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得逞的笑。他转头对高阶上的帝后2人假装谦虚道：皇上，皇后娘娘，其实南宰相家的嫡女南烟舞姿更胜臣女，不如请她舞上一曲，祈愿咱们东离国新岁，国泰民安，不知如何？如此甚好，就依冷姑娘所言，南姑娘你就舞一曲吧。南烟也终于知道害自己的人原来是冷婉清，看来这女人担心她用其他的技艺过关，所以专程向皇上点名要她跳舞，真是居心不良。怎么？难道南姑娘不愿意献舞为东离祈愿吗？南烟，回皇上，皇后娘娘，臣女并非不愿意为东离祈愿，而是在想怎样才能用更好的舞姿为我东离国、为太后、为皇上、皇后娘娘祈愿。南姑娘真是有心了，我与皇上等着你的祈愿。若是跳得好，一会儿定会重重有赏。冷婉清脸上笑得有些幸灾乐祸，心里暗道：没了舞衣，就这身衣服，我看你如何跳。南烟像是没看见他眼中的恶意，直直地站在大殿中，笑着望着他说：冷姑娘还不下去吗？怎么，是想和我一起跳吗？妹妹跳的不如南姐姐好，就不在这里献丑了。冷姑娘这声姐姐可别乱喊呀，一来我比你还小半岁，可别把我叫老了；二来我家就我一个女儿，可不记得还有你这么个庶妹哦。你南烟，牙尖嘴利没有用，没了彩衣，我看你如何收场。哼，我如何收场，不劳烦冷姑娘操心。既然知道自己技不如人，那就快快滚下去，别耽搁我为太后、皇上还有皇后娘娘祈愿。冷婉清说不过他，只得冷哼一声，朝自己的位置走去。南烟等他下了大殿，这才缓缓伸手，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脱去身上的外衣。当外裳被扔到一边，顿时露出他里面美轮美奂的舞衣和神仙玉骨的身姿，整个大殿当即发出惊叹的声音。哇，这件衣服好美啊！不对，你说错了，是人跟衣服都美。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有这么漂亮的衣裳？一定是他偷的。冷姑娘这是在做什么？南姑娘不过是换了一件衣裳而已，你这么激动干啥？再说了，要南姑娘跳舞不是你建议的吗？现在你这么惊讶，莫非你刚刚的建议是口不对心，其实只是恶毒的想让南姑娘在众人面前出丑而已？此话一出，众人看向冷婉清的眼神都变了。不是，我没有，九王妃，你不要冤枉我。哼，我冤枉你？你祖上是当厨子的吗？这么会甩锅？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啊？在场的只要有眼睛，谁又会看不出来？怎么，以为破坏南姑娘的舞衣她就没法跳舞，然后整个主场就是你的，是不是？可惜呀，人家南姑娘早有准备，多备了件比原先更好看的衣服。你这小人算盘这下落空了，傻眼了吧？你说你这人吧，长得没人家南姑娘好看，舞也跳得没人家好，和人家一比起来，简直就是一无所长的废物。啊，不，我说错了，你还是有所长的，比如在给人添堵这方面，你已经做到了登峰造极。有些人呐，害人不成，没想到最后却成全了别人，
我就想问你哈，对这个结果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冷婉清被他对得哑口无言。冷夫人见状，连忙起身维护女儿。晋王妃，我冷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毁我女儿的名誉？我说冷婉清为什么这么不要脸？感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哎呀，冷夫人，虽然这脑子跟肠子长得很像，但没有必要装一样的东西吧。说我毁你女儿的名誉，你家里没有铜镜，我想至少尿还是有的吧。你女儿算哪根葱？哪里值得我浪费时间去毁她名誉？今日在这店里的，谁不是从小在大宅子里面斗到大的？冷婉清头先在皇上和皇后面前那样推举南烟，后面又露出那种表情，说他心里没鬼都没人信。想起刚刚锦王妃说冷婉清剪坏了南烟武艺一事，看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冷太傅，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德行还是需要修一修的。皇上的话让冷太傅与夫人脸色一白，这已经是把女儿定在德行有亏上了。臣惭愧。想到冷义康是本朝最年轻的太傅，也确实有点才能。轩辕龙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敲打了几句，便摆了摆手。行了，先去坐下吧。冷太傅谢恩退下，只是脊梁骨都弯了许多。见丈夫如此，冷夫人也有些后悔。这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众人看才艺的心情，大家神情专注地望着殿中央那个仿若仙子般灵动的女子。她那优美的舞姿简直就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每一个旋转带着如梦似幻的韵味，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直到一曲终了，众人还没有从她舞姿中回过神来，直到过了几息时间，才有人反应过来，开口叫好。接着如雷般的掌声响起，久久不息，就连轩辕龙都半开玩笑道：好你个南廷玉啊，以前朕竟不知你养了这么个多才多艺的女儿啊，当真是瞒得好紧呐。皇上皇后娘娘恕罪，非是臣隐瞒，而是小女顽劣，平常做什么都是浅尝辄止，这次之所以跳得出如此舞蹈，想来都是托了皇上与皇后娘娘的鸿福呢。回皇上皇后娘娘，爹爹说得对，臣女平时比较散漫，这一次能为东离国太后与皇上皇后娘娘祈愿，是臣女莫大的荣幸，故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只有竭尽全力一舞。唯愿我东离国国运永昌，愿皇上圣体康泰，国祚绵延，万寿无疆，愿皇后娘娘凤体安康，福慧双修，与皇上琴瑟和鸣，共谱盛世华章。哈哈，朕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们妇女也太过当真了。南烟不仅才艺了得，礼数也如此周全，实在是难得呀。朕与皇后决定赏南烟锦属5匹，云锦5匹，另赏黄金100两，以示嘉奖。谢皇上，谢皇后娘娘。南家妇女叩首谢恩之后，这才擦了擦头上的汗，回到自己的位置。二人脸上并没有像其他得到赏赐的人一样露出欢喜的表情，反而心里有些诚惶诚恐。到最后也只有2、3个姑娘得到皇上的赏赐，不过没有一个人的赏赐能盖过南烟去。她是今晚最出彩的闺秀无疑，只怕今晚过后，京城的才女之名又要改了。为让大臣们尽情地参加这次宴会，酉时左右，帝后就携手离开。